成都的社区文化其实在全国是走得很前面的。无所谓，就这3个字，掌握了成都生活的本质。在这些失落的空间，仍然可以活出你自己。我是成都本地人，90年出生的。成都的人的生活习惯就很休闲，一天到晚都在公共空间里面打麻将、喝茶、玩，然后又很牙尖。他们对很多事情很好奇，还会给一些幽默的意见。在2018年左右，玉林街道发布了一个社区规划师的招募，做一个社区友好空间，然后我就直接找来。现在这里是一个咖啡加展厅，这个社区有250名左右的残障的人士，很多居民加入进来一起讨论。老年人他腿脚不方便，小朋友会被磕磕碰碰的。一个叫小武的朋友，他也要坐轮椅，入口长的走廊满足一个轮椅和他旁边陪护的人可以一起走。扶手它上面其实有盲文，引导你走到哪里了。立面打得很开，和街道有更多的接触。顶棚用的是膜结构，树影就会倒映在上面，很柔软的感觉。我们是一直持续的在做展览。社区艺术计划其实我们现在做了2届。第1届呢，我们是就在玉林东路社区的一个废弃的自行车棚里面做的，这么里面的一个老社区里面，让这些居民们除了打麻将、遛弯以外，然后能更多的接触到一些新鲜的事物，以后就不再害怕说踏入那些场所，他们会更轻易的去美术馆。2010年左右，社区营造啊，那个时候刚刚起来。我就是想给其他的想瞎折腾的人有一个场景。10几年前到这儿吧，成都的北门吧，当时其实是属于文化活动的荒原。一开始改造工厂，首先是使用大量的工业材料、廉价的材料、野性的建造的这种感觉。那边做了一个升降舞台，成了空间的一个标志。一开始没那么多公共性，后来有很多社区活动在我们这儿发生，它视为是城市的一个节点或一个半开放的一个客厅，很多人都愿意到我们这儿来。跟丹麦的国际短片电影节合作，放给了社区的人看。我们也把广场舞啊和拉丁舞啊这些结合在一起来弄，公益活动都是免费开放的。这个地方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，变成了一个大家比较尊重的地方。我就是想，大家能够比较日常的，然后比较从容的去过自己的社区生活。在成都生活成本极低，幸福指数很高，小巷子里面坐下来，你就可以尝到一个当地特色美食。2019年，成都市政府金牛区邀请我做这个地瓜社区。这是一个流动的空间，地上这个水磨石做的不是很好，还有脚印，某个地方还有个烟头，无所谓。老百姓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挺接地气的，不是一个高档会所。刚进来的时候是一个茶馆，50、60年代这物资欠缺的时候，有个叫老虎灶，大家集体烧水聊天，茶馆就变成了最早的社区活动中心，化解一切社区矛盾。穿过这个门口进来，西方的一个社区中心邻里酒吧，老的茶馆文化加上今天的这种酒吧文化，把它合在一起。二哥当时在成都的2医院边上开这个糖油果子店，拆迁嘛，没地方去了，邀请他来帮他做改造。他手写的那个成都小时候的糖油果子，好几个错别字，他也不 care。目前参与最积极的，其实就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小舞台。
白天是社区的老年合唱团。有时候你可以看到，有一些摇摆舞 High Swing， 他们的一个创始人就住在我们这个社区。又有一个这个脱口秀的小剧场，还有一个空间妈妈 Land， 社区妈妈的快乐田。我们的店长卡卡，其实她就是来自于社区的一个全职妈妈，她和别的妈妈在一起，共同激活了这样的空间，会组织一些比如说产后抑郁啊、读书会啊，包括瑜伽。社区营造它天生就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，那么多不同的人要在这儿达成共识，成为生活共同体。所有的社区都是在不断的流动，塑造一个本地人和外来人都可以进行对话的平台。社区营造就是做社区，各种各样的形态的功能散落在社区里面，就像一个小的花园，去呵护维护这些花，让它长起来。